这家公司最新一季营收暴增 89%， 调整后 EBITDA 从亏损1254万美元，硬生生翻成挣2849万美元。但你如果打开行情软件，会看到一个让人愣住的数字，它的市销率高达 24.6 倍。一家在加州挖稀土矿的公司，估值倍数居然跟高成长科技股一个档次。更吊诡的是，它的执行长今年1月趁高点卖了1500万到1900万美元的股票。这期18分钟，我更新一下对 MP 的研究，从商业模式、财报拐点到多空赛局，一次拆给你看。看完你会重新理解，它到底是一家矿业股，还是一张美国国防供应链的战略入场券。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点赞订阅这个频道，让我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毕竟像我这样不喊单，坚持分享自己的客观分析的视频算法不喜欢推荐。我的策略是逢低买入，预计79到85美元分批获利了结。因为 MP Materials 正在把采矿巨头种做成北美唯一具备全产业链的国防级磁体供应链链主。财报确认了营运拐点，美国国防部给了每公斤110美元的价格底线，通用汽车和苹果把产能预定一空，账上还躺着 14.53 亿美元现金。这几件事叠在一起，让它的下行风险有了体制性的安全垫。商业模式与护城河，先讲它靠什么赚钱。MP Materials 营运着加州芒廷帕斯矿山，西半球品位最高、规模最大的稀土矿床，稀土氧化物平均品位约 7%。 它的转型走了3阶段，最早只卖金矿，大部分运去中国分离，后来自己建分离线卖高纯度普铝氧化物，现在往下游走，在德州盖 Independence 和10X 2座磁体基地，要做采矿到磁体的全链条闭环，护城河有4条：一、资源垄断，北美唯一规模化开采的稀土矿；二、本土地缘独占，西半球唯一具备采矿、分离、金属、磁体全链条能力的企业；三、主权资本系定，美国国防部不止给了超过4亿美元资金和认股权证，更在10倍基地承诺10年100%产能包销，还设了每公斤110美元的 NdPr 保底价。四、专利工艺，它在重稀土分离和减敌减特技术上有专利突破，同等磁性能下原料成本更低。2026 Q2 财报拆解营运拐点，翻开2026年第2季财报，最关键的不是营收 1.085 亿美元，而是它的盈利结构。资料卡点 1.085 亿美元，看这笔 PPA 价格保护收入高达1758万美元，这是美国国防部为了确保本土磁体供应安全给的每公斤110美元保底价差补贴。意思是就算全球稀土现货价往下掉， MP 材料板块的毛利依然有体制性保障。加总下来合并营收 1.085 亿美元，年增 89%， 若含 PPA 总综合收入 1.261 亿美元，年增 120%。 真正的转折在这里，调整后 EBITDA 从去年同期的负1254万翻成正2849万美元，一个季度改善超过4100万，净亏损也从3087万收窄到2030万。调整后每股盈余负 0.01 美元，精准符合华尔街预期。营运 KPI 也验证了中游分离能力成熟，普铝产量840公吨，年增 41%， 销量冲上1006公吨，年增 127%， 连续2季破1000吨创历史新高。
营运长 Rosenthal 还确认，第三季产量预计突破1000公吨大关。产品案例筹码与治理。讲完财报，我们把护城河讲实产品矩阵。普女是现金流支柱，重稀土分离物乔迪特是高毛利产品，被数亿美元长期国防合约锁住。女铁硼磁体是下游最高附加价值终端，副产品则优化采选成本。代表性合约这季有3个里程碑。第一，和通用汽车的战略合约，德州 Independence 基地的磁体已进入 GM 测试，预计2026第4季商业化量产，直接供给 LTM 电动车平台和 GM Defense。 第二，第2季签下美系国防航太巨头，价值数亿美元的长期强分离氧化物供货协议。第三，联合无人机厂商推 Swarm 计划，用标准化磁体规格锁定国防无人机独家供应。苹果和 GM 甚至把 Independence 部分产能全额预定。筹码与治理。账上现金等价物加短期，投资高达 14.53 亿美元，负债权益比只有 0.48， 流动比率 9.51。 管理层说这笔流动性足以全额支应今年5到6亿美元资本支出，不用做稀释性股权融资。机构筹码高度集中且偏稳，贝莱德持股 8.27%， 先锋 4.39%， 第2季净增持，道富 4.36%， 显著增持 44.8 万股。 E3F 显示摩根士丹利第1季加码 237.4 万股，瑞银加码 180.6 万股。美国国防部透过权证还握有约 10% 到 15% 潜在权益。不过这里有个必须讲清楚的对立信号，执行长 Litinsky 1月高位套现1500万到1900万美元，引发散户疑虑，但公司说那是预定的 10B51 税务规划，而且营运长 Rosenthal 近期反而公开市场增持。多头会说 COO 买账上 14.5 亿现金，安全边际够，这点我同意。下一段展开。反方观点，看空逻辑，这部分是我最想提醒你的。看空方不是没道理，空方拿着3张牌，第一，自由现金流还是负的 ，TTM-FCF 约负 5.04 亿美元，资本开支高企。第二，估值贵，市销率 24.6 倍，对比传统采矿业平均 3.2 倍，单季还亏2030万。第三，中国低价稀土可能倾销，压抑行业利润率，加上磁体量产初期折旧前置，毛利受压。空头会说 CEO 套现1000万美元就是警讯，这点确实成立，我也不否认它值得盯。但这里还有一点，笃地的110美元保底价，本质上把稀土现货下跌，这个最大尾部风险封死了，而 14.53 亿现金让他有本钱扛过磁体爬坡期，不用在低点稀释股权。这跟多数还在烧钱的转型公司完全不同。什么会让我改观？2个信号，一是第4季 GM 磁体交付的毛利率如果不如预期，且 PPA 收入环比显著下滑；二是 E0X 基地工程或 DOD 专款到位明显延误。到那天我会坦白讲，现在先不预设。我的立场，我的策略，逢低买入，分批长期扛波动，适度止盈。具体节奏建仓区间我参考近200日移动平均线，也是华尔街最低目标价上沿下行保护价，计划的卖出区间78到85美元，对应共识目标价和 DCF 基准情境内在价值 75.28 到 76.50 美元。华尔街16家机构共识评级，买入平均目标价 78.21 美元，较当时约59美元股价有 31.9% 到 35.6% 上行空间。Wedbush 和美银甚至给到100到112美元。关键假设 DCF 基准情境，假设2026到2030，营收 CAGR 67%， ND PR 均价维持85美元。磁体2027年达 80% 产能利用率。牛市情境若国防保底价全面覆盖 10X 的1万公吨产能，
估值可到108美元。风险触发信号第三季普女产量是否如期破1000吨？第四季 GM 首批交付的品质通过率与毛利率， 10X 工程与 DoD 专款进度，人一明显落空，我会立刻调整策略。强调一下，这不是投资建议，这是我的策略。MP Materials 的稀缺性不在矿而在地缘，独占加主权资本加大，厂长淡跌出来的国防战略资产属性，财报拐点已经确认，剩下的就是磁体爬坡能不能兑现。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帮你看懂，来一家又爱又怕的公司，现在点个赞，算法会让更多被资讯差割韭菜的人看到。订阅这个频道，我每周几期机构级拆解，把硬核财报讲成人话。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你同意看多还是看空 MP 的逻辑？留言告诉我，下支我挑最硬的几条回。这期所有的数字来源还有我整理给机器读的引用卡，都放在描述区的 GEO 配套件里。想深究或转给别人当依据，直接去拿。